汤姆·克鲁斯1962年7月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雪城，父亲是电气工程师，母亲是特殊教育教师。童年生活因父亲家暴和频繁搬家而充满动荡。12岁父母离异，她与3个姐妹跟随母亲生活，依靠粮食券度日，甚至因穿错衣服在学校遭受霸凌。他从小患有阅读障碍症，一度被误认为智力不足，直到7岁才确诊，这让他长期自卑。但母亲坚韧的性格深刻影响了他。高中时，他热衷摔跤，因膝盖受伤被迫放弃运动梦想，转而参加学校音乐剧《红男绿女》演出，意外发现表演天赋。18岁高中毕业后，他带着仅有的积蓄前往纽约追寻演艺梦想，住廉价公寓，靠热狗和米饭充饥，奔波于各种试镜，却屡遭拒绝，理由包括不够英俊、表演过火，甚至皮肤太黑。1981年，他在电影《无尽的爱》中获得第1个龙套角色，饰演纵火犯少年，尽管没有片酬，却成为职业生涯起点。1983年，他迎来重要转折，在青春片《乖仔也疯狂》中饰演叛逆富家子，获得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提名，从此崭露头角。1986年，《壮志凌云》让他一跃成为全球偶像。这部被称为史上最贵征兵广告的电影，不仅创造了3.5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，更让美国海军入伍率激增30%。影片中 F-14战斗机的震撼空战场面和独行侠马维克的叛逆形象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为突破偶像标签，他主动寻求转型。1988年，与达斯汀·霍夫曼合作《雨人》，他饰演获得父亲300万美金遗产、智力障碍弟弟的不靠谱哥哥。1989年，27岁的汤姆·克鲁斯主演反战电影《生于7月4日》，为饰演瘫痪越战老兵，他注射化学药剂体验下肢麻木，险些造成永久伤害，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。1994年，他顶住原著作者反对的压力，出演《夜访吸血鬼》，邪魅的莱斯特角色让观众见识到他的演技广度。1996年，他同时推出《甜心先生》与《碟中谍》，前者让他再获奥斯卡提名，后者开启好莱坞最成功的特工系列。他兼任主演与制片人，每一部都挑战人体极限。在《碟中谍4：幽灵协议》中，他亲自攀爬828米高的迪拜哈利法塔；《碟中谍6：全面瓦解》中，从7600米高空跃下，并在600米高度开伞，创下电影史纪录。2023年的《碟中谍7：致命清算》中，60岁的克鲁斯骑着摩托车冲下挪威悬崖的实拍镜头，再次震惊业界。2025年5月，《碟中谍8：最终清算》全球上映，阿汤哥继续以62岁的高龄完成各种高空特技动作，而这个系列也成为全球实景特技的黄金标准。1999年，36岁的汤姆·克鲁斯参演由斯坦利·库布里克执导的剧情电影，大开眼界。他与当时的妻子妮可·基德曼饰演一对探索性欲望的中产夫妇。影片充满心理惊悚元素和隐喻，该片也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影评奖。2003年，40岁的汤姆·克鲁斯在电影《最后的武士》中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可塑性，饰演的美国军官纳森在明治维新的日本经历的文化碰撞与精神觉醒，与渡边谦的对手戏极具张力。这部影片获得4项奥斯卡提名。2013年，50岁的汤姆·克鲁斯参演了科幻电影《一落战境》，他饰演留守末日地球的维修技师杰克。影片中的他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发现关于自己身份的惊人真相。这部电影在视觉上呈现了未来废墟与高科技的强烈对比。2014年，阿汤哥继续参演改编自日本轻小说《All You Need Is Kill》的《明日边缘》，他饰演的军官威廉·凯奇陷入时间循环，不断重复死亡与重生，与艾米丽·布朗特饰演的全金属战士共同对抗外星生物。2022年，时隔36年的《壮志凌云》续集《壮志凌云：独行侠》回归，59岁的克鲁斯亲自完成所有飞行镜头。影片获得第95届奥斯卡最佳音效奖，全球票房高达14.86亿美元。在感情生活上，他经历了3段婚姻。1987年与女演员咪咪·罗杰斯结婚，对方引导他加入科学教。1990年离婚，同年因拍摄《雷霆壮志》与妮可·基德曼相恋并结婚，领养了2个孩子。2001年离婚，传闻因宗教分歧导致关系破裂。2005年与凯蒂·霍尔姆斯相恋，4年生下女儿苏瑞。2012年，霍尔姆斯突然提出离婚，并取得抚养权。科学教信仰成为他一大争议。近年来，他凭借《碟中谍》系列和《壮志凌云2》重回巅峰。从贫民区男孩到好莱坞超级巨星，汤姆·克鲁斯用43年职业生涯证明，他不仅是好莱坞的动作巨星，更是一位不断突破自我的电影艺术家。